主选妃。叫什么名字？铃兰。好，下一个。不要看。好。名字？若风。家住哪儿？家住成都。名字？风里丽。风里。哎，姑娘，你还没说你家住哪儿呢？我又不是真的来选妃的，我住天宫能告诉你吗？哪儿来的丫头，滥竽充数，是想玷污城主的高贵血统吗？要不是为了找真命天子，我才不来。都画成这样了，他认不出来了吧？你出来。哎，叫你呢，快去。我叫的是你。虎儿，就他了。下去吧。是。城主，三思啊！选妃只是利益牵扯，是，不如选个无关的人。夫人，我是伺候您的秋妍。夫人，原来您长得这么好看呀！风夫人，今晚城主要过来，您好好准备下。上桌。想跟我睡，没门。晚上看的不真切，我给他来个重口味的，保准比白天的那个更加刺激。夫人，您现在都贵为妃子了，何必还弄得这么……你不懂，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秋妍是真的不懂。哎呀，秋妍啊，我就教教你。你想想，现在这个城主府里有几位夫人啊？现在加上您是3位。那城主宠幸过其他2位夫人吗？那倒没有。那不就行了？我这个就叫特立独行，博眼球。博眼球？哎呀，我都渴了，你赶紧去给我倒杯水吧。啊，好的。你是什么人？是你绑了我？我绑了你？我还好奇呢，你是怎么五花大绑的出现在我这儿的？不过没关系，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我乃城主夫人，劝你不要轻举妄动啊。那又如何？来了我这儿，便是我的人了。你们2个这是唱哪出啊？妹妹晚上怎么来我这儿了？我这不是散步吗？姐姐，这位就是咱们城主新娶的风夫人啊。正是。城主到底喜欢她哪儿啊？男人嘛，确实喜欢漂亮的姑娘。她也算是漂亮的姑娘。不信，我们赌一赌。好。2位夫人，要不给我松个绑呗？我手都快麻了。风夫人呢？奴婢该死，夫人。赶紧去找。是。我赢了，银票给我吧。
姐姐，你长得可真美啊！当然了，可比我们夏妹妹还要美几分呢。你们赌也赌完了，是不是该放了我啊？不行，你让我赌输了，我要跟你赌一场，赢了我就放了你。又赌？你没事吧？妹妹何时这么爱赌了？跟你学的呀。现在呢，在你面前分别摆放着公猪、母猪和乳猪。你要是能从这3盘猪肉中辨别出哪一个是乳猪肉，就算你赢。3盘肉都被我下了毒，只要凑近了，保准会入。愚蠢的凡人啊！我可是堂堂食神，这能难倒我？你不是喜欢扮丑博眼球吗？日后我保证让你丑到生不如死。这盘不是，这盘是公猪肉，这盘就是乳猪肉。你是怎么变出来的？猜的，可能是运气好吧。都折腾了一天了，我都饿了，不如我们把这些猪肉拿去炖火锅吧。晚上吃肉会胖的。哎呀，好了，你们2人别吵了啊，已经夜深了，这样。今天晚上就都在我这歇息吧啊！城主，您何时迷上画本了？你敢推我，看我不砸死你！我一定要找到他。城主，莫非您开窍了，有意中人了？你小子懂什么情情爱爱？是，活儿不应该幻想男女之情，该死！不对啊，您让我找也应该给个线索呀。废什么话？赶紧去给我找这个画本的主人。是。这丫头的脸怎么还没烂？难道药效失灵？我拿错了？谁踹我？姐姐，你怎么睡在地上啊？大早上的，你们吵什么呀？夫人，奴婢听说城主在府里找一个丢了画本的女人。什么？他大张旗鼓的找一个丢画本的女人？是。该不会是看上他了吧？说的不会是我吧？我的天哪，他这是要秋后算账啊！兄长，府中突然来了一个身份不明的丫头，摸清她的底细了吗？她确实有问题，明明是一个美人，却故意扮丑；明明给她下毒，她却毫发无损。再摸摸她的底细，日后若是阻碍我们，那留她不得。我不会让任何人阻碍你，更不会让任何女人抢走城主。夫人，你晚上去哪儿了呀？昨晚城主看不见你，正派人四处找你呢。找我？夫人，你怕不是怕圆房，所以故意被绑架的吧？我是真的被绑架了啊！谁这么大胆敢冒夫人？先不跟你说了，你赶紧干活，我先走了。报告城主，没找到呀。好好的一个活人，能去哪儿呢？凭空消失了不成？啊，我想起来了，
昨天有一位女子因为咳疾没能参加大选，会不会是她呀？她在哪儿？这个时辰恐怕快要出城了，还不赶紧追！啊！你是谁啊？不要惊慌，我不是坏人，我只是想躲在你的船里一起出城。家父病重，想见我最后一面，请你帮帮我。天哪，你这般孝顺，我帮你辨识。慢着！拜见城主。哎呀，那个瘟神怎么来了？抬起头来。城主饶命，小女只是江城水乡小官之女，身份低微，万万不敢藏人的，都是他逼我的。哎呀，真是猪一样的队友。城主大人，念啥去了？我皮肤过敏了，又红又肿，还会传染。果然是你！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不是。哎呦，打扰了，你们继续。起来，跟我走。我。喂！喂！不会命定之人是他吧？禀城主，这位姑娘脉象平稳，未见异常。那她为何还不醒？许是睡着了吧？退下吧。还要装到什么时候？城主大人，我真的不是故意要瞒你的。胆子真大呀！刺杀我，砸晕我，藏在竞选女子船里借水路逃走。我真的没有刺杀你，砸晕你也是意外，而且我不是已经把刺客抓起来给你赔罪了吗？那你倒说说，你究竟是何人？若说不清楚，我便杀了你。城主饶命，这是您新娶的风夫人，我不敢说谎。我又不是嗜杀之辈，起来说话。那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听秋然姐姐说，夫人觉得您放着两位美女不宠幸，猜想您一定是喜好独特，这才将自己扮成了那副模样。居然敢欺骗城主！城主，您不能轻饶了他，罚他。能不能不罚呀？城主大人，搞这么大阵仗没必要吧？我不就打了你一下吗？我又不是故意的，你怎么这么小气啊？我们城主府就是这个规矩。什么规矩啊？只要是犯了错，就都会被城主踢下湖。啊！别！不要这样！不是，城主大人，要不我再让你拆一次，我这次保证不多。风丽丽，我怎么会娶你这种女人？时候不早了，城主，我去请风夫人过来。听秋然姐姐说，夫人觉得您放着两位美女不宠幸，猜想您一定是喜好独特，这才将自己扮成了那副模样。放我下来！放我下来！开门！喂！时候不早了，城主和夫人早些歇息，春宵一刻值千金呐！喂！
来明年就能报上少君了。别过来！哎，看我！城主，我看好你啊，争取3年报俩。你干什么？你不要过来啊！你把衣服穿回去！你不要过来！终于完成老城主交代的任务了。即便是与画中美人颇为神似，我也断然不会与这种女人伉俪情深、长相厮守的。小仙女，你这不困吗？姐姐，你还有心思睡觉啊？现在那风离离正在城主房中承宠呢。那与你何干，又与我何干？而小阿川好不容易开窍了，这不是美事一桩吗？什么美事一桩？他为什么不叫咱俩呢？风离离，小丫头片子，一天天鬼线子，真是贼多。哎，你别睡了，来，我给你倒点茶。夫人，你快救救我！我之前偷吃了猪肉，现在脸变成这个样子了。多儿，别碰。难道猪肉有毒？此毒名为隐液，是以冰门和太天水混合而制。少食冰门并无大碍，多食会使其脸部发溃，并且……夫人，你救救我！放心吧，你先下去，此事自有我们安排。是。去找城主吧，不出半日便会毒发身亡。别动。真命天子，我的真命天子！阿离，沈玉川，谁让你过来的？本城主的名讳是你能叫的吗？你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你简直就是我的克星。有个侍女吃了之前的猪肉中毒了，使其面部毁容，此事非同小可，所以必须立刻跟你汇报。城主，肯定是这个风离离干的。前几日我们只是与他斗趣，没想到他却下毒报复我们。这话可不能乱说。我什么时候下毒了？到底怎么回事？行啊，两位夫人开始宅斗排斥我，如今赶紧轰我出去，我好找到我的真命天子，完成历劫。我认罪。什么？我说我认罪，这毒是我下的，我就是不满意你们绑架我，所以我要以牙还牙。风夫人，你好狠的心呐！幸亏那日我和姐姐没吃，不然恐怕就要归西了。城主，你可要为你的小仙女做主啊！
小仙女，就你这样的？哼，太过分！风离离，到现在了，你还这么理直气壮？我就是这样，睚眦必报，还请城主早日将我休出府。城主，禀城主，东原城使团突然进城。你们都下去吧，我会彻查此事。都这样了，还不休我？都已经认罪了，城主还袒护他。你先下去吧。是。阿川，此毒来自于东原，方才人多嘴杂，不便多说。因我在东原边界守城之时，我便见过类似的事情。此时东原使团突然来访，府内又有人下毒，所以我怀疑府内有内奸与外敌私通。你是觉得？只是猜测，还需要观察。好，你私下盯紧他们。是。斗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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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小姐，咱们可是赌钱呢，跟我啄他！啄他呀！斗他呀！斗他！上！斗他！斗他！斗他！什么玩意儿在我头上？哟，这不是刚入门的嫂子吗？怎么凤冠霞帔没带上？要带个鸡冠子走啊？拦住他！拦住他！你赶紧给我开门！敢惹姑奶奶我，你们这个城主简直是乌烟瘴气，乱七八糟。看我好好教训你们这群乌合之众！你赶紧给我开门！你敢欺负我，伤害沈小姐，我就告诉我哥，让他把你给废了！开门！开门！宝贝，又在胡闹。啊！你杀了我的鸡，还敢当面喝汤！我要杀了你！哥，你在干嘛呀？我要跟你断绝兄妹关系。好喝。好喝。看在你做汤好喝的份上，我就饶了你吧。谁让你放过我？你最好赶紧让你哥休了我，这样我就能自由自在了。宝贝，回头呢，你把我屋里那个玉如意拿走，你惦记很久了吧？就当是我替你三嫂给你赔礼。真的吗，哥？可是那个你之前一直不肯给我的，看来这个嫂子在你心目中的地位不一般啊。行啊你，有两手啊，咱们不打不相识，以后你风离离就是我的人了，以后我罩着你。就是这家的芙蓉鸡啊，特别好吃，真的。那我们进去尝尝。啊！你干嘛挡我路啊？当门童啊？我家主子包场了，其他人等不可入内。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你再不放我进去，我就动手。这么大的地方，还不让人进来啦？何人在门口喧哗？何人在门口喧哗？
九黎城的人都是这么没有礼数的吗？你说我就说我，没有必要扯上整个九黎。难道我说错了吗？宝贝，好女不跟男斗，咱们不跟他杠啊！不行，他说我九黎，我就得跟他杠。宝贝，女的，你走吧，我不打女人。你这个臭流氓、变态、臭不要脸！这凡间的俊男美女打架还真好看。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精彩！宝贝，宝贝，你没事吧？啊！住手！哥，又调皮。怎么又是你？净给我惹麻烦。我就是个吃瓜群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真烦人！这个沈玉川好大的能耐，派去的刺客也被他解决了。果儿，就是他欺负我，把我叫醒他。大胆狂徒！今天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慢着，有话好好说。哎，慢着！这位兄台，倒也不必行此大礼。别以为你跪在这儿，我们就会放过你主子。在下多有得罪，抱歉。沈城主，这位是东原城少君莫萧然。沈城主，哥，这种人怎么可能是东原城少君？那不知在郡主心中，这东原城少君该是何种模样？反正不是你这样，哼！这个女人为什么一直看莫萧然？火儿，今日东原城少君，你怎么看？东原城城主子嗣众多，他能脱颖而出被选为少君，定有其过人之处。那依你之见，他与我相比，又如何呀？城主您是事业型的，处理公务的时候无比帅气。莫少君则是英俊潇洒，站在那里都帅气。那是不是只要是个女子，都会对他芳心暗许？那肯定呀，我一个男子见了都差点被他倾倒。他生的那般好看，又功夫了得，我想没有哪个女人会不喜欢吧。哎呀，然然，你到底什么时候带我离开这个寂寞空庭、春欲晚的城主府呢？丽丽，然然这就带你走，咱们远走高飞，离开沈玉川那个讨厌鬼。够了，不用说了。少君能讨郡主的喜欢，这不是皆大欢喜的事吗？城主怎么感觉不太开心啊？看来还是舍不得我们的郡主远嫁呀。少君，你不远千里而来，我作为东道主，
理应敬一杯。多谢沈城主款待。大家请吧。你这个城主府就这点好，菜倒是挺好吃的。城主，我东原此次出使九黎，欲结秦晋之好。今夜只管饮酒畅谈，联姻一事不急于一时。一瓶烛火，燃寂寞，一首歌，一株悲花，没吹散我勾勒，一声黄腔，梦醉心情难舍，人人谈悱恻，奈何红尘多坎坷。为何今日一个人在此？当然是想我们的真命天子了。你觉得今日东原城少君如何？年轻有为。你是不是看上他了？你瞎说什么呀？我不过是陈述事实罢了。凤梨莉，我告诉你，我既然娶了你，你就得对我一心一意。若被我发现你三心二意，我便休了你。休了我？正好。反正你已经有2房夫人了，我才不想跟你在一起。想让我休了你也不是不可以。你以为我愿意娶你啊？像你这样的人，打人、下毒，我才不想留在身边。我是打你了，可是我没有下毒。既然没下毒，为何认罪？因为我就是不想待在你的府里啊。如今贸然休妻，不符礼节。等过些时日，我便还你自由身。小子，莫萧然居然敢欺负我，我不会让他好过的。你还想着那件事呢？小子，你要帮我，硬的不成，只能来软的。我要让他先狠狠的爱上我。等到他对我死心塌地的那一刻，我再一脚把他给踹，让他生不如死，悲痛欲绝。这算哪门子的复仇啊？话本里都是这么写的。这不就是我随便写的吗？还真有傻白甜心啊！宝贝啊，话本里呢都是写着玩的。不能当真。小子，你就说你帮不帮我？帮你也行，我有一个条件，只要不伤害国之根本，不违背我哥意愿的事情，我必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谢啦。等等，什么叫做不违背你哥的意愿啊？宝贝，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我帮你擦擦。小军，你今天怎么这么主动？哇哦，小军，你的胸肌好壮壮啊，人家好有安全感哎。你要记住我教你的撩汉金句。哇哦，你好棒哦！我不会，我都手把手教你了。你先夸他好棒，然后你就自行发挥。男人嘛，都是吃软不吃硬的。你要学会撒娇。打扰了。穆少君，穆少君，这还拿不下你？少君，嘿，我正找你呢，你这出的什么好主意啊？不对呀，按照少君这般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文武双全的，若是想要得到这郡主的芳心，不至于啊。怪就怪你，非要让我念那文绉绉的情诗，老土。哎呀，少君，那依你所看，事至如今，该如何是好啊？与九黎联姻之事，事关两城和平。郡主，我取定。夏侍郎，冷大人，坐。夏侍郎，之前我们所说之人，你可找到了？你让我所寻之人，正是城主新娶的封夫人。昨天晚上宴会你也见过。你这个城主府就这点好，菜倒是挺好吃的。哦，原来是他。此人的确风姿不凡，怪不得沈玉川会如此迷恋于他。是啊，那我们可要好好的在他身上做文章。那是自然。沈城主能否安心将郡主？哥，我说了，进门前要通报，冒冒失失的，哪有半点郡主的样子？哥，我来找你，不是听你训的。让你见笑了。哎，郡主行事不拘小节，倒十分率真可爱。你这么夸人家，人家都要羞羞了。面对喜欢之人的夸赞，一定要娇羞。没有哪个男人能够抵挡得住少女娇羞。少君初来九黎，不如就让郡主带你四处逛逛吧。如此甚好。那就麻烦郡主了。不麻烦，小事一桩。走，我带你去吃好吃的。我的好妹妹啊，你就不能矜持点？兄长，风离离，先留着他，不要打他的主意。为什么？我另有安排，留着他还有用。不行，不能留着他。现在城主一门心思都在他身上，再这样下去，他就会独得城主恩宠，我不要区区平民之下。况且，我若能得到城主的心，他必定会事事依我。接下来你的计划，我也可以让城主按照你的意思去办。你嫁到城主府整整1年了，城主可曾对你另眼相待？风离离比你抢先一步赢得城主心，为兄比你更懂男人心。如今，你更难入城主眼，那就更不能留他了。谁都别想从我这儿抢走城主。我劝你不要感情用事，若是坏了我的大计，你知道后果。
夫人，夫人，都别偷懒啊！是。好好准备晚膳。城主最近啊没什么胃口，大家把菜都做得精致可口些。是夫人。我来切菜吧，你去忙。风夫人的晚膳已经备好，现在我就拿过去。我可是食神，这点雕虫小技瞒不过我。就是这张脸魅惑了城主，我要。妹妹，姐姐，你怎么在此？关于下毒之事，我还想再来问问风离离。巧了，我也是来问这件事的。今天可真是热闹，竟不知道我这么受你们重视。这风夫人怎么了？用晚膳用了一半，就睡着了。我也是刚进来，这风夫人鬼主意那么多，谁知道在耍什么花招啊？你才诡计多端，我都装不下去了，真想起来给你几巴掌。起来。哎呀，你们怎么来了？下毒之事疑点重多，我们俩过来问清楚。那毒真的不是我下的，我连什么毒都分不清楚，又怎么可能会下毒呢？胡说八道！我记得那天晚上只有你一个人要吵着吃猪肉吧？我若是知道猪肉里面有毒，又怎么可能会吵着要吃猪肉啊？更何况那天晚上你的反应更不正常吧？你还阻止我们吃肉，莫非你知道猪肉里面有毒？别胡说八道！你肯定是早就备好解药，哄我们两个人吃下，毁容的只能是我们。我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只要给我3天时间。好，一言为定。他们各执一词，很难判断。但是风夫人说3日之内定还自己一个清白之身。3日，他就这么迫切想离开我吗？阿川，你是有心事？阿娘，你与我共赴沙场，有过命之交。我知道你下嫁于我，并非你所意，但我不能忘记你爹临终前的嘱托。这个府里，我只信你一人。若府里出现细作，将我们的事情和盘托出给敌人，那我们必是内忧外患，困兽犹斗。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我一定会帮你盯紧的。如果风夫人是东元城派来的人，我必将手刃她。那如果是夏仙女，夏侍郎那边，那就引蛇出洞，借机。明白了。夫人，你又在写什么话本啊？恶霸城主和他的夫人们。阿春，你画画。夏仙女，我看你往哪儿逃！
城主你好坏坏啊！你逃我追，你插翅难飞。你逃到天涯海角，我就追到天涯海角。你好霸道，我好喜欢。让你们欺负我这个落难神仙，我要把你们全部都写成画本，然后成为3界笑料。夫人，城主要是知道你这么写他会不会生气啊？你看，纯属虚构。他一个堂堂城主，要是真较真儿的话，那可就太小气了。也对。真命天子，我的真命天子！阿离，你到底是谁？你现在在哪里啊？城主，你看的是不是风夫人的画本啊？城主，你最近对风夫人格外关注呀？就你话多。让你查的事，查的怎么样？确实没查到风夫人的身份，她就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那当初怎么就能让身份不明的人进府呢？其实并未找到风夫人的进府记录。莫非他并非九黎城人？他是在画本中曾细致描绘了东元城的美食。他对东元城这般了解，莫非他是东元城派来的细作？哦，原来城主你研读画本是为了搞清楚风夫人的身份呀。这只是我目前的推测。那城主，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难以将他定罪。这样，你去叫后厨备一些东元城的美食。是。这些菜式还合口味吗？你们城主府的饭还可以。那有没有吃出家乡的味道？家乡的味道？什么意思啊？啊，这些菜都是东元城特色美食。东元城人呢素来喜辣，我怕你吃不惯。无辣不欢嘛，这有什么吃不惯的？这么说，你在东元城待过？待过。你果然是。我四海为家嘛。那你并非九黎城人。我就不是人啊！我的意思是，我是哪里的人？重要吗？你是以九黎城人的身份进的府，若你身份有假，你应该知道后果。什么后果？休了我！你别给我耍花样！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美人。臭男人！哎呦，这葡萄真是一点都不好吃。那你吃这个吧。我最近听了一件事儿，甚是有趣。何氏听说那莫少君初来九黎，便对一女子一见钟情。那女子可是女扮男装，甚是好看。比起好看，谁能有我们风夫人漂亮？我听人说这女子与咱们风夫人长得极为相似。不可能，这话可不能乱说啊！话也不是我说的，
主要是啊，这事儿咱们府里都传开了。真的？看来我们封夫人魅力可真大呀。天色不早了，不跟你们聊了，我先走了。女大学生在毕业这晚把自己献给了男同学，结果却遭到男同学的狠心抛弃，而她却因此怀上了男同学的孩子。无奈她只好去找男同学的父母来负责。玉莲被世林抛弃后，她和于伟来到了世林的家里，说她怀上了世林的孩子。结果世林爸问玉莲和世林在一起发生关系多久了，玉莲说有2个多月了。结果世林爸说世林和巧芳在一起这么多年都没有半点动静，而玉莲这么快就怀上了孩子。他说玉莲这是想讹他们李家的钱，不管玉莲是否真的怀孕了，他们李家都不会承认这来路不明的孩子。于伟帮玉莲打抱不平，说玉莲是个清清白白的女孩，是因为相信世林才和他在一起的，如今却被无情的抛弃，难道他们李家就不该负一点责任吗？我们该负什么责任？他念过书，又在图书馆里当管理员，没结婚就跟男人搞在一起，现在弄大了肚子，该负责任的是他自己。一个巴掌拍不响，想到这种事来要求，门都没有。伯父，我是读过几年书，可书上并没有教我怎么去认清好人和坏人，否则我也不会相信世林的话，更不会跑到你们家受你的侮辱。谢谢你的教诲，今天我总算学会了。哼，幸好我们李家没有你这种媳妇儿，否则这个家不知道会被你搞成什么样子。玉莲在李家受到了奇耻大辱，她也感到了绝望。于伟说他陪玉莲去找个医生把孩子拿掉，结果玉莲却不愿意。新婚第1天，她就被丈夫毫不留情的欺辱。这是我奥龙堡的食物，我想给谁吃就给谁吃，我不想给谁吃就不给谁吃。花儿直接要被气死，当即指责食无忌不给他吃就不给，干嘛要丢掉浪费食物？然后走过去捡起了馒头，拍掉上面的灰。这时石家的下人冷刚走了进来，花儿看到他心里惊了一下，不等冷刚开口，他就慌忙将冷刚给拽了出去。原来之前冷刚去苏家看过病，所以认出眼前的女孩不是苏花儿，而是杨一柳。花儿请求他不要拆穿自己的身份，可不等冷刚同意，他又急匆匆的走了，却不知冷刚转头就将他给卖了。这个苏花儿，她是假的。那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她的确是苏家的人，就是上次我跟你们说过的苏家不在册的第7个女儿杨一柳。这个假冒的杨一柳，会不会那么容易做一个乖乖听话的傀儡啊？很明显是不会的，但苏无忌也不会拆穿他。大婚前1天暴毙了，李采薇不愿遵守所谓的礼法女德，最终选择跳下悬崖。李采薇再次醒来，进入第4次循环，她决定去找沈怀瑾解除婚约。没想到路过假山时，却听到有人谈论毒杀沈怀瑾的计划。正当她想要靠近看清楚是谁下毒的时候，没想到被人从身后捅了一刀后身亡。第5次醒来，时间提前到了大婚前30天。李采薇知道，如果不把害沈怀瑾的人找出来，她就会一直陷在这个死循环里。她把有人要毒害她的消息告诉沈怀瑾，想要叫他和自己一起逃跑。没想到沈怀瑾根本不相信他的话，他趁机提出退婚，没想到沈怀瑾还是不同意。这位世子就是能，但吃喝嫖赌花钱不数，连车库平阳王府都怕不住，那他就是你们京城第1纨绔。既然如此，我就来做这个京城第1女纨绔。为了退婚，由此开启了一段欢喜冤家的双向奔赴之旅。说他要留下这个孩子，不管吃多少苦受多少罪，他要证明给李家看，不靠李家，他也能把孩子养大。说完，玉莲就撕毁了他和世林的合照。你这是何苦呢？将来总要让自己的孩子知道他的父亲长什么样子吧。一晃几个月过去，玉莲的肚子越来越大了，她一直没有回家，而是住在出租屋，靠于伟的帮衬生活着。这天，于伟联系到了玉莲的娘，想让她来帮玉莲。玉莲娘得知玉莲被男人骗了，她很伤心，让玉莲跟她回家，说玉莲眼看快要生了，她做娘的不能不管，她得照顾玉莲坐月子，帮她带孩子。你就听伯母的话，回去吧。我怎么敢回去？大哥他别怕，有妈在，他敢拿你怎么样？玉莲本以为回了家就有了依靠，结果她狠心的大哥还是把她赶了出去，说当初玉莲是自己要离家出走的，今天就不要想着再回来。即便玉莲娘求儿子留下玉莲，她都不肯，说玉莲未婚生子会丢了他们林家的脸，而且孩子一旦生下来，她还得负责养活一辈子，所以她不会再让玉莲进他们的家门，说这一切都是玉莲活该自找的。哥，你不要这样对吧？都是我的错。
那么大着肚子的玉莲又该何去何从呢？的身份，因为他们也要利用画儿查清苏光平到底是不是当年放火害死他们爹娘的凶手。数日之后，一行人启程回奥龙堡，在路上，石家兄妹处处排挤画儿。画儿知道自己不受待见，也没放心上，直到途经一家客栈时，半夜遭遇了刺客。画儿舍命替小姑石无暇挡下了一刀。无暇看着受伤的大嫂，心中很是愧疚。而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无忌也对这个倔强调皮又坚韧的妻子改观了很多。看着画儿受伤，他的心里也莫名的难受心疼。事后，几人坐在一起猜测到底是谁想要他们的命。这些年，奥龙堡势力庞大，结下了不少仇家，可具体是谁动的手，一时还真猜不出来。无奈只能暂时作罢。经过此事后，石家兄妹对画儿的态度都改变了。画儿本以为终于能和他们好好相处过日子了，可没想到他和丫鬟的谈话不小心被吴界听到了。亏得我对你这么好，原来是假冒的俗话。我这就去找大哥二哥揭穿你。吴界去找吴忌和吴痕说了此事，可他们不想让吴界牵扯进来，便说一定是吴界听错了。吴界见他们不相信自己，决定想办法让画儿露出马脚，让大哥二哥看清楚他的真面目。没多久后，他们终于回到了奥龙堡。看着气派奢华的奥龙堡，画儿都惊呆了。他想不到奥龙堡这么大，这么富有，怪不得能成为北方6省的巨国。是用私奔这种鲁莽的办法。这些年奥龙堡得罪了不少人，如果那些仇家得知无暇独自在外，派人去追杀他报复奥龙堡。冷刚一个文弱大夫，拿什么保护无暇？说罢，无忌就气冲冲地离开了。画儿这才知道他真的做错了，只能祈祷无暇和冷刚会平安无事。无忌派冷叔出去找人，冷叔找了大半个月，总算在一个偏远小镇打听到了冷刚的消息。他赶到那，看到冷刚正在给村民们看病，冷叔不管不顾上前就将冷刚给拽了起来，给了他一巴掌。这一幕把看病的百姓吓坏了，纷纷指责是哪里来的怪老头，怎么还动手打人呢？老子打儿子，关你们什么事？随后冷刚带着冷叔回了家，竟然看到无暇拿着刀在满院子追一只鸡，完全没了千金大小姐的样子，但脸上满是开心和幸福。看到冷叔来找他们，无暇很是激动，跑上前一把抱住了冷叔，诉说着思念。冷叔很是心疼无暇，问他这段时间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受委屈。没想到无暇却说，我们离开了这些日子，我发现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以前不知道，原来啊，我的身体里还住着另外一个自己。我可以和老鼠住在一个房间里，我还会杀鸡。这些啊，我以前连想都不敢想。虽然日子过得艰苦，但他心里却无比满足和幸福，这就是他想要的生活。冷刚请求父亲不要带他们回去，他保证一定会给无暇幸福的。冷叔看他们如此坚定情深，决定成全他们。冷叔回去后和无忌请罪，无忌得知冷刚和无暇是安全的，也不再派人去找他们。既然妹妹觉得自己是幸福的，那他就成全她。女子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躺在棺材里，旁边还睡着一个面色惨白的男人。就在她还搞不清楚状况时，一个侍女给她端来了一杯酒，她以为是在演戏，便一口喝下。她没想到酒中真的有毒，直接被毒死了。等她再次醒来，发现自己是在一间婚房，她才意识到自己穿越了。她因男子的死开启了无限流循环穿越，自己每死一次时间就会提前。原主名叫李凯威，父亲武安侯在他5岁时战死沙场。因为平阳王和武安侯是至交，所以从小在平阳王府寄养长大，并且与平阳王世子沈怀瑾自幼定下婚约。就在他还在消化着匪夷所思的一切时，这时候外面传来了世子沈怀瑾身死的消息，他又一次被逼喝下毒酒为世子献祭。再次醒来，进入了第3次循环。这次的时间点在大婚的10天前。这一次他决定逃跑。就在他带上财物爬墙逃跑时，遇到了男主角沈怀瑾。看着沈怀瑾那张帅脸，他想告诉他真相，没想到却被一脚从墙上踢了下去。身无分文的李凯威衣衫褴褛，瘸着腿在外面流浪了半个月，还是被官兵抓到了。原来沈怀瑾还是在大嫂竟然怂恿小姑子和别人私奔。原来不久前，皇上下旨命无暇入宫参加选妃，可无暇和冷刚早已情投意合，自然不愿意入宫。无忌一时也想不到推脱的办法，无暇便去找大嫂花儿帮忙。花儿让无暇不要着急，他一定会想办法帮他的。第2天，花儿拿着银子去找给无暇画像的宫廷画师，请求他将无暇画的丑一点，可画师却拒绝了。石夫人，把无暇小姐画美倒没什么，虽然有些偏差，也是锦上添花。你要是要在下把无暇姑娘画丑，这就是颠倒黑白，皇上怪罪下来，那是欺君之罪呀。画师可不愿意为了这点银子冒杀头之罪。花儿见此也不好再为难他，拿着银子离开了。无暇得知这招行不通后都绝望了，让他进宫为妃，还不如现在死了算了。冷刚对无暇情深意重，竟然也要跟着他一起死。花儿见他们死都不怕，便给他们出了个主意。冷刚，你带无暇私奔吧。等无忌几人发现时，冷刚和无暇早已不见了。无忌当即去质问花儿，
是不是他让吴霞和冷刚私奔的？花儿知道否认也没用，承认了是自己的主意。无忌都快被他气死了。你怎么就知道我会让他入宫？你怎么知道我会拆散他和冷刚？吴霞是我的亲妹妹，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她幸福和快乐，但绝对不。